一般来说，电脑要运作，除了有形的硬体配备外，也要有无形的软体系统。软硬体在互相的配合之下，才能正常的运作。之前的影片讲过，电脑软体的部分有划分为程式语言、系统软体、应用软体和在这两者之间的中介软体。至于这些软体的相关资讯，在这大略的介绍一下。程式语言是程式的形式语言，有着标准的交流设定，对电脑下达指令。举例来说，用某一个语言写一段程式，存档后编译这个程式，电脑接收指令，回传程式内容的结果。系统软体则是控制硬体开发的计算机软体，提供运作环境和最基础的系统功能，例如作业系统、直译器、编译器、资料库管理系统、公用程式等等。应用软体是针对某一个领域功能上专为特定用户服务的电脑程式。这类型的软体需要依赖在作业系统上才能够使用，有上网、工作、使用影音、玩游戏、学习等等，也包含在内的应用软体上。中介软体又名中介层，提供系统软体和应用软体之间的链接，方便软体各部门之间的沟通，在不同的技术架构之间共享资讯和资源，主要应用在 Web 服务导向架构这区块。至于它们四个之间的关系，在时间线上，程式语言是在电脑发明之前产生的。电脑出现以后，在计算机上写入程式语言，创造出系统程式和系统软体。在编译器发展出一定的规模后，才有了应用软体的量产。直到网际网络的产生以后，应对着系统软体和应用软体之间的桥梁，中介软体也逐渐发展。当然，除了有上面这四大类别的软体外，还有恶意软体，又称流氓软体的类别。这类型的软体对大多使用者来说，造成使用不良的影响，例如广告软体、间接软体、恶意共享软体、勒索软体、电脑病毒和特洛伊木马等等。一般来说，这类型的软体是不受欢迎的，除了极少数的软体例外。对于这类型的问题处理，一般都是用防毒软体或者是设防火墙等等去处理。但是上面的解决方法并不一定有效，端看电脑使用者的变通能力。关于上面的软体概论，就在这告一段落。有机会的话，会再做更详细的讲解。下一期来谈谈关于软体的使用许可这一方面的事项，里面有着电脑软体使用的各种条件，可以多加留意。